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。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快速上手 Figma。首先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Figma 登錄後的畫面。我使用的是PC 版本。那如果你用網頁版的話，登錄應該也是差不多的界面。那我使用的是免費賬號。首先呢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當我們打開畫面之後，我們要如何來建立一個可以編輯的檔案。建立的方式有幾個。第一呢，你可以在左邊這邊 Drafts 草稿這邊旁邊有一個加號，點擊就可以看到有設計檔案的新增，然後這是 Figma 的白板工具，然後跟簡報工具。所以如果我們要新增檔案的話，可以從這邊來去新增，或是大家可以在右上角找到 Create New， 點擊之後也可以有一樣的選項。那我自己更常用的呢，是直接在上方有一個加號，點選之後呢，會建立一個 New File。那這邊呢，我就選擇 New Design File。當建立好之後，你會有一個空空如也的畫布。那如果是第一次用，它可能也會有一些引導的說明出現。那我們可以跟着引導的說明，快速的去了解說它有哪些功能。那所以我們要做的呢，就是建立一個 frame。那一個方式呢，就是點擊，或者是我們使用快捷鍵 F。那點擊 frame 之後呢，你可以在旁邊看到這個區塊。那這個區塊它是有一些預設的尺寸給大家選擇。那我最常用的就是 Social Media 的尺寸。那 Social Media 這邊有這幾個常見的平台尺寸。那我們選擇一個 Instagram Post 正方形的尺寸1080。點擊後呢，我們就可以在畫面中看到我們的工作區域。那針對工作區域，我們還可以做一些編輯跟調整。舉例來講，如果你的尺寸想要調整，比如說，你沒有要把正方形的，然後你要改發到其他平台圖片，我們都可以在這邊去用輸入數值的方式來調整尺寸。以 frame 這邊來講 ，W 就是寬度。假設我輸入1600，那我的 frame 就會變寬。然後我這邊輸入900，我的高度就會調整。那檔名的部分呢，它預設就是你點擊 frame Instagram Post 的檔名。那我這邊雙擊，我可以去做調整，比如說這個可能是 Facebook 貼文，中英文都可以。那這個的名稱呢，就是你完成這張圖片之後，你輸出之後會顯示的檔案名稱。好，那我們建立好 frame 之後，我們就要在上面去制作我們的圖片了。那首先呢，圖片上面一定會有什麼文字嘛？那我們就點擊這個 T， 然後點擊的畫面就會看到閃爍，那就是可以輸入文字。那我們來隨意輸入文字。好。那再大家看到我輸入文字是不是有點太小了？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調整大小。那在 Figma 中呢，調整大小幾種方式。第一當然就是直接調整文字的尺寸，我們可以在這邊去選擇它的預設的一些尺寸。那當然我們也可以直接輸入數值去調整。然後另外有些人可能會想說，那我就是拖拉去調整。但如果你一開始這樣拖拉，你會發現，只有框變大了，但是文字沒有去改變。那是因為在 Figma 當中呢，它的
拖拉有幾種方式，一種呢就是針對這個控制框去拖拉，但不影響裡面的物件。那另外一種就是全部等比一起拖拉。那這邊呢，我們可以從左上選取這邊去選擇 Scale 來去調整，或者是快捷鍵 K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選擇 K 之後，我的拖拉的這個符號就長得不一樣，就是前後又多了一個箭頭。那這時候呢，我們就可以去拖拉，然後它就會是等比一起去拖拉調整的。所以如果你要用拖拉的方式，你就選取 K， 然後去調整。那 Scale 這邊也有一個功能很方便，就是你可以依照倍數，比如說你覺得文字要大1.5倍，那你就可以在那邊輸入1.5，那它就會變成原本尺寸的1.5倍。那文字的部分呢，我們也可以去針對它做調整。那在這邊呢，你可以文字有幾種選擇。第一就是你可以用搜尋的方式去找到你的文字。那 Figma 有一個小缺點，就是它的文字都是以那個字體的原本的字體檔名、英文檔名來去命名，所以大家可能要去記得它的英文檔名。那還有另外一個小技巧，我覺得比較好用的是，這邊可以看到，像它這邊就是全部字體，全部字體涵蓋的呢，就是有一些是 Figma 的內建字體。那這樣的話，整個字體就會變得非常多，所以我這邊其實會選擇這個。這個是 Install by You， 就是安裝在你的電腦的字體。那你就只會找到有安裝在電腦字體，你會發現就是那個數量會少很多。好，然後我們可能可以選擇一個字體，那或者是說，你選擇字體之後，我們在這邊打開有一個 Index File， 然後你會發現，就是在 Index File 這邊呢，會顯示這個字體。它的意思是說，假設我們再拖拉一個。用一個思源黑體，然後這個時候再回到這裡，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這是扁桃體，然後這是思源黑體，那這兩個字體都會出現在這邊。那假設你今天檔案裡面有常用的幾種字體，你接下來新增字體是要從這裡面去選這幾種去選的話，你就可以選這個，那你的字體的干擾就不會那麼多，比較好找。那另外一個小技巧是，你可能可以在制作這個設計的時候，先把要的字體都先打好，然後可能放在旁邊。那接下來你可能就是做多張貼文要用到不同字體的時候，你都可以快速從這邊去找。好，那當我們字體建立完成之後，我們接下來需要調整的是字體的一些數值，然後顏色。那這邊分享幾個調整東西，比如說像我這字體，我希望它置中。那置中它現在是這個 frame 裡面，那我就可以按這個，它就會置中這個 frame。好，那我如果希望兩個字體置中，那我就要選取兩個物件，然後再按置中，它就會把兩個物件置中。那接着呢，如果是多行的文字，那這邊有像是其左、置中、其右，然後它都有不同的調整。
另外呢，就是我發現文字的行距有點太小了，那這邊你可以去調整，你可以輸入數值，你可以加減乘除，就是比如說我希望是10乘以15，然後就一邊150。然後你覺得字的間距有點太小，那這邊也可以去調整5%，那當然也可以用拖曳的方式去調整。好，那調整完之後，我想要去針對字體做顏色，例如 Facebook 這邊，我希望把它變成是藍色，那我就可以在這邊去選擇我的顏色，然後藍色去做調整。那 Figma 有一個我覺得非常非常方便的，就是我舉例來講這邊我貼文，我也想要把它改成這個藍色。好，那我今天如果想要去改文字裡面，比如說我想要把藍色統一改成紅色，那我不需要再選取 Facebook， 然後再選取貼文去一個個修改，而是我可以從這邊，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個 Selection Colors， 它代表說我們選擇的顏色。我們選擇這物件裡面目前有黑色跟藍色這兩個顏色，那我就只要選藍色，然後我去調整藍色的顏色，它就會一次把這個藍色調整成我們要的顏色。然後這是我覺得 Figma 它在調整顏色上很方便的一個功能。好，那我們文字完成了，然後我們也放上就是顏色了。那接下來呢，我們可能可以搭配一個圖片。那圖片有幾種方式，一種就是你可以把你電腦端下載的圖片直接拖拉進來，又或者是說，我們可以先建立一個我們要的尺寸造型，比如說正方形，然後它要倒圓角。那我們可以在這邊 File 找到填色、實心的填色、漸層、圖片、影片。圖片這邊呢，你就可以選擇電腦當中的圖片。但是我們今天呢，介紹給大家一個插件比較方便。首先呢，大家可以點取這邊這個符號。那這個符號呢，我們可以打開我們的插件功能在這邊。那我們可以搜尋它上面有的各式各樣的插件。那我搜尋的是一個就是很知名的圖庫，免費圖庫資源。那找到這個圖庫資源之後呢，如果你未來會很常使用，你可以選擇這個 Save， 把它保存起來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我這邊就有一個儲存的插件，你點擊之後它就會執行。好，那我這邊選取，不管是圖片格式或者是實心格式，我只要點擊圖片，任意圖片，它就會直接帶進來。然後大家可以發現啊，它就是就是倒角、尺寸全部都是符合我們這個圖片。那這樣子，其實我們在置入一些素材、圖片製作的時候，會非常的快速跟方便。那我們要更換也非常簡單，就是你再點擊你要的第二張圖，它就可以替換了。那如果你說圖片的位置你不想要裁切這個區塊，你可以怎麼編輯呢？我們點開這邊 Fill 的 Image， 然後它有幾種模式，一個 Fill 就是填滿 ，Fit 呢就是它會讓圖片完整的被展示，但是可能比例因為你這是正方形，它長方形，它沒辦法符合，所以你原本的這個底色這邊也會出現。
或者是說你可以使用裁切的方式，就是圖片等於是其他地方都被裁切掉，你選擇裁切就可以去調整圖片出現的位置。那像這個的話就是比例的部分，比如說圖片原本的尺寸很大，那你可以依照比如說它原比例去做調整。那我通常會選擇這個，因為可能我可以讓圖片變成是說畫面中是想出現的圖案。好，那完成了之後呢？我覺得圖片上面我希望加上一點簡單的遮罩，那我就可以在這邊 fill 做幾件事情。第一就是原本有一個填色嘛，第一我當然可以直接把這填色重新移上來，然後我們去調整成黑色，然後我們調整透明度，我就等於做出一個簡單的遮罩了。那當然我們也可以直接這樣子去點擊，然後它就會生成。那它生成的就是一個半透明的黑色。那我們當然也可以去調整透明度，然後去修改顏色。好，我們的圖片文字都完成了。接着呢，我们就需要把這張圖片去輸出，這樣才可以使用。那輸出方式也很簡單，它的輸出呢都是以一個物件或者是一整個 frame 去做輸出的。如果你希望這個 frame 裡面的東西都要一起被輸出，然後首先要注意到就是你的這個區塊，就是你的這些物件有沒有在這個 frame 的裡面，還有是被包在裡面的。如果它在外面的話，你可能輸出的時候，假設這張圖片它沒有在這 frame 裡面，它就不會跟着一起被輸出，所以這點要特別注意。好，我們點擊這個 frame， 我通常來講，點標題的地方最快，最好點。然後在右下角這邊呢，可以看到有個 Export， 點擊。那點擊 Export 之後呢，你會有幾個選項可以選擇，一個是比例，那它這比例的邏輯其實是來自於UI/UX 設計，可能有時候會輸出不同的比例的尺寸。那我們這邊原本就已經設定好我們要的尺寸，1600×900了。那我們其實就是原本的倍數就好。那這邊呢，我習慣輸出的是 PNG， 因為 PNG 的畫質不會被壓縮。然後當我選擇 Export， 然後我就可以選擇我要輸出的位置。我就對電腦的，可能可以是桌面，或者是你的下載項目都可以。然後你按上儲存，這個時候呢，我們就完成輸出了。然後我們就可以在我們的下載這邊看到我們的圖檔，這就是我們輸出的圖檔。你就可以把它用在你的任意的設計上面，然後整個流程呢，其實是非常的直覺跟簡單的。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，然後帶你如何快速上手，從完全不知道怎麼開啟檔案，然後到成功的去輸出一張簡單的圖片，然後透過大概半小時內的時間。然後我們直接去練習，然後去體驗這件事情，大家會更好的上手。那大家可以一步一步。